顾城直名满京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娶我。曾经眼盲被人欺辱的顾家长子，一朝权势滔天，成为京城所有女子的心上人。可成婚前夜，父母将我溺死在湖中，让嫡姐替嫁。他们以为她嫁过去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顾城直娶我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报复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死在了和顾城直成亲的前一日，我的灵魂漂浮在半空中，看着我的姐姐柳君莲满心欢喜地穿上本属于我的喜服，又嫌恶地折断我常年戴的柳木簪。一根破木头当什么宝贝，一股子穷酸气，就她也配姓柳。见柳君莲动了怒，小瑶赶紧递上手绢给她擦手，附和道：就是这种人就是穷惯了，哪配和小姐您比。说完，她识相地捻了捻断成2截的簪子，还不忘作势啐了一口。我想要去捡，可是没有实体的魂魄，只能一次次穿过。差点忘了，我已经死了，在成亲的前一晚被自己的爹娘勒死，绑上石头沉入了湖底。他们将粗绳套进我脖子里时说，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，谁叫君莲喜欢上了顾城直呢？现在顾城直才是顾家之主，以后嫁进去就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一个扫把星，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。我扭动身躯挣扎了几下，脖子被勒得无法呼吸，只能发出痛苦的呜咽。被沉入湖底后，我的魂魄飘飘荡荡离体，莫名附在了柳君莲身边。柳君莲食指点涂着口汁，笑得一脸灿烂。她原先长得和我并不完全相像，不知爹娘去哪里找的江湖术士。不过短短3个月时间，她如今的模样和声音竟都与我别无二致。见爹娘推门进来，她开口便是：柳君思沉进去了吗？我娘摆摆手，绳子绑了好几圈，这下不被勒死也得溺死。我爹摸着胡子，现在都知道你去养病，刘府只剩下柳君思一个小姐了，旁人断然也不会起疑心。3月前顾城直前来提亲，不久后柳君莲便病了一场，爹娘声称要送她去灵山寺养病。她向来身子弱，幼时便经常生病，我那时并未起疑心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她并不是去养病，而是忙着换脸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成婚前一夜除掉我。柳君莲满意的笑笑，抱着我娘的手撒娇：谢谢阿爹阿娘，莲儿就知道你们最宠我了。我娘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，杀了柳君思算什么？她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世上，她就该死，淹死她都算便宜她了。我看哪天还得找个道士做个纸人，给她的魂压一压，投不了胎也别缠着刘府。她还在喋喋不休地咒骂着我，殊不知此刻她说的我的魂魄就在她面前。她好像真的恨极了我。从记事开始，我就是她口中的灾星、扫把星。嬷嬷和我说，生我之前，京城的医师都断言我会是个男孩，没想到生下来是个女孩。我娘大出血，从此再也不能生育。于是我娘恨我，甚至恨到想杀了我。他们以为柳君莲嫁给顾城直是要享尽荣华富贵，不过他们下错了棋。顾城直啊，远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恐怖，尤其是他还这么恨我。若是柳君莲没被识破，他便要日日受尽折磨，下场不知要比我惨多少倍。若是被识破了，整个柳家在劫难逃。成亲那日，顾城直身骑骏马，一袭红衣更衬得他异常俊美。他身后跟着长长的迎亲队伍，还有满载奇珍异宝的马车，足足铺满了一条街。小瑶搀扶着柳君莲漫步走出刘府，还未上迎亲的花轿，便被顾城直喝住。他翻身下马，唇角牵起一丝诡异的弧度，一步一顿地向他走来。外面的阳光太过刺人，我躲在屋檐下，看着顾城直的笑眉，由来一阵胆寒。原来做鬼也会有脊背发凉的感觉啊！见他过来，小瑶识相地退到一边。顾城直抓起柳君莲的手，低笑道：我亲自送夫人上花轿吧。柳君莲娇娇地点了点头，羞涩地嗯了一声做回应。顾城直笑了：你竟然不逃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啊！柳君莲有些懵，他靠近，在他耳边一字一句道：夫人满意吗？民为正娶，珠为翠绕，这就是你魂牵梦绕的迎娶之礼，亦是你的丧礼。他说这话的声音太过阴冷，柳君莲不由得浑身一颤。
顾城直恨我。2年前他遇到山匪下落不明，是我救了他，不过最后我们都没有逃出去。我临阵倒戈和山匪一道折磨他，甚至毒瞎了他的眼睛。最初的时候，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他。到后来，他闷声不再说一句话，只有恨意在疯狂生长。柳君莲或许已经察觉到了我和顾城直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迎亲队伍开始动起来，顾城直身骑骏马在前，花轿在后。雇来的女童跟在花轿两侧，沿街撒下金箔剪成的花瓣，锣鼓喧天，红装十里。这是整个京城最为隆重的娶亲。我还没有倒戈时，我们被困在山洞之中。他问我是哪家的姑娘，求娶我需要准备多少聘礼。我那时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只是随口道，那自然是京城最盛大的迎娶之礼，我才会嫁。不过随口一句，他便记了这么久。如果不知道他娶我的目的是为了折磨我，我大概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可惜我知道他恨我。顾府前所未有的热闹，柳君莲端坐在床畔，食指不停地绞着衣服。小瑶在一旁宽慰她，小姐别担心，顾大人应该会怜香惜玉的。他有些慌张地掀开盖头，紧紧攥住小瑶的手。他今日说的话你可听见了？什么话？柳君莲神色慌张，他说丧礼什么的，他和那个贱人是不是有什么仇？我要不直接告诉他我不是柳君思算了。我飘到他身侧，看到他这副慌张的模样，无端觉得好笑。3月前顾城直前来提亲，我爹娘逼问我和他的关系，我厌恶他们，所以选择闭口不言，只说我回来后大病了一场，之后便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若是当时我如实说了，不知道柳君莲还会不会动这个歪心思。可惜没有那么多若是。小姐你疯了！小瑶急忙捂住他的嘴，若是顾大人知道柳家骗了他，以他现在的势力，柳家满门抄斩都是轻的。男女之间不过就是床地之上那点事，小姐您只要讨好了他，还怕什么？这丫头倒是机灵得很，看着年纪不大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看来我爹娘也知道柳君莲蠢，知道派个聪明的丫鬟跟着。当初让柳君莲直接假装失忆这个点子，还是他出的。我爹娘惧怕顾城直与我之间有什么纠葛，而柳君莲全然不知，容易暴露。小瑶在旁边沉思了一会儿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道：既然那柳君思说他不记得了，那直接就让小姐装不记得不就好了？柳君莲还是不放心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什么问题吧？小瑶点点头，小姐您放心吧，没问题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装作失忆。我和顾城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。被救回后，他在顾府养伤治疗眼睛，而我回了柳家。我现在都还记得离开时他时对我说的话。他勉强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，流下2行红色血泪。虽然我知道他看不见，但他的目光却仍旧让人胆寒。他一字一句道：柳君思，你记气我，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后来他治疗好了眼睛，却没有来找我的麻烦，只是一心投在官场。我原以为我们之间大抵会再也没有交集，直到3月前他突如其来的提亲，那时我才明白，他其实从未忘记过对我的恨，只是他需要站在更高的位置，才能更好地主宰我。柳君莲如今假装失忆，倒也是个不错的法子，就是不知道时隔2年未见，他还能不能认得出。顾城直是在一炷香灭后来的，他饮了些酒，面色微微泛红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柳君莲将衣服绞得更紧，他随手褪下外袍，杨纯看着端坐在床畔的他的新娘。我飘到他面前挥了挥手，和意料之中一样，他看不见。他穿过我，径直走到床畔坐下，掀开盖头，又抓起柳君莲的手把玩。夫人，见到我吃惊吗？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柳君莲浑身一颤，她缓缓呼出一口气，猛猛地看着他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他声音温软，神态懵懂，看起来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顾城直冷笑着看他，下一秒，他整个人被掐着脖子提了起来。顾城直嗤笑：柳君思，你装什么装？被狠狠掐住脖子，柳君莲憋得面色通红，一脸痛苦。我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脖子。原来人被勒住不能呼吸的时候，
是这种痛苦的表情吗？小姚忙跪下求饶，大人，我家小姐半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醒来后许多事情便不记得了。她身体本就虚弱，求您饶了她。顾承直敛眉，手上的力气却未放松分毫，不记得了，还是装作不记得。他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拉近，狠狠道：柳君思，你最好别装，我的耐心很有限。大人，为什么？柳君莲含着泪望向他，一滴泪将落未落，我见犹怜。真的不像装不记得，毕竟他是真的不知道。等到他软软的失了所有力气，顾承直才松开了手。他立刻趴在地上咳嗽起来。顾承直撑着下巴沉思了许久，半晌，他突然蹲下来看着柳君莲，淡淡道：失忆了。柳君莲垂首不语。顾承直捏着他的下巴，逼他和他对视。那你可记得我曾许过你一个诺言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现在给你许愿的机会，如果这样，我希望大人可以疼惜我。柳君莲含泪望他。事实上，顾承直根本没有允过我这样的承诺，他是在诈他。若是柳君莲犹豫几分去回想这个承诺，那他几乎可以断定他是假装失忆。可柳君莲毫不犹豫地许下愿望，倒像是真的对过去全然没有任何记忆。顾承直面色凝了一瞬，我想他大抵也相信了柳君莲失忆这个借口。他是真的不知道，自然演都不用演就足够逼真。好啊，顾承直笑了。他拂袖起身，态度温和了不少。那就如你所愿。顾承直没有继续待在房中，而是去了庭中饮酒。我飘到他对面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眉心。顾承直无疑是好看的，也难怪柳君莲会对他一见倾心。我碰了碰他的眉眼，又移到他的鼻梁处。他猛地睁大了眼，吓得我赶紧收回了手。他是感受到什么了吗？我想去抓他的手，却又一次落空。我还是没习惯，我只是一缕魂魄。顾承直，我在这。我试着唤他。对不起啊，我喃喃道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。如果那时候我不这么做，我们都得死。我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是另一个人的出现打断了我的话。有侍从过来唤他。这人我认识，是顾承直的心腹，常年跟在他左右。大人，您忘了柳二小姐对您做过什么吗？为何今日这么轻易便放过她了？若不是她，您的眼睛怎会？够了！顾承直冷冷开口。裴尚，你去查一查，柳君思半年前是不是生过一场大病？裴尚，大人，就算他病过一段时间又怎么样？就算他失忆了又怎么样？他对您的伤害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？他是真的很愤恨我对顾承直做的一切。2年前顾承直被带回顾家时，眼睛被毒瞎，浑身没有一块好肉。那个光风霁月的少年郎，从此恨上了一个人，变得阴郁难测。您是不是根本不恨他？不然要折磨他，其实有千万种法子，又何必要娶她？顾承直默了许久，我看着他闭上双眼，又缓缓睁开。我在期待什么吗？或许是吧。半晌，顾承直冷笑道：如果他真的失忆了，那岂不是更有意思？直接折磨他有什么意思？温水煮青蛙，慢慢折磨，慢慢玩弄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他笑笑，手中握着的酒杯被轻易捏碎，碎掉的瓷片割伤了他的手，少量的鲜血涌了出来。他却浑然不觉，满心满眼皆是恨意。我僵在原地，看着他唇角的笑意，有些愣神。真的这般恨我入骨吗？不久后，顾承直下令送了许多金银珠宝到柳君莲房内。他又惊又喜地捧着这些珠宝首饰，一遍又一遍问小瑶：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瑶道：恭喜小姐，顾大人应该是对新婚那晚的事情感到愧疚，想补偿小姐您呢。柳君莲高兴地转了几个圈，又挑了些许首饰，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。不知顾承直是何时进来的，他含笑看着他欣喜的模样，眼中却全是冷意。夫人喜欢吗？他笑着拿起一只金钗，亲手为她佩戴。他这般亲昵的动作惹得柳君莲满脸通红。他娇娇地点点头，夫君送的我都喜欢。顾承直摸了摸他的头，目光落在他满头的珠钗上。他问：为何没簪柳木簪？
柳君莲答不上来，毕竟那柳木簪早就被他毁了。顾承直嘲讽地扯扯唇角，先前我记得你说这柳木簪是抚养你长大的阿妈为你做的，你爱惜得紧，怎么如今有了更好的，便轻易弃之如敝屣了吗？柳木簪如此，人就更如此了。要是有了更好的，就理所当然的抛弃，你说是吧，夫人？他笑着看他，欣赏着他的手足无措。柳君莲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我懂。他当初被劫走是故意设计的。顾承直是顾家长子，也是未来的顾家之主，而顾意作为不受重视的庶子，自然是不甘心未来什么也分不到，所以他买通了山上的劫匪，想将顾承直劫走杀害。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，那是因为被误解走的人还有我。故意的人想要杀了我们，我找了个机会，悄悄溜出去找到他，信誓旦旦地说，没必要杀人，你是想要顾家的一切，所以只要顾承直废了就可以了，比如眼睛瞎掉什么的。而且看着曾经讨厌的人匍匐在自己脚下求饶，不是很有意思吗？所以我自告奋勇来替他折磨顾承直。顾承直的眼睛被毒瞎，被关在昏暗潮湿的山洞内，受尽屈辱。他恨我弃之如敝屣地抛弃了他。柳君莲掐着掌心，眼睫微微颤抖。他答不上来，索性就不答了。毕竟他现在已经失忆了。顾承直笑够了，牵上他的手，我们之间的许多事你都忘了，那我代夫人重温一遍可好？柳君莲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，任凭他牵着坐上了马车。顾承直带柳君莲来的地方是曾经关押着他的山洞，距离我们被救出已经过了2年的光景。昔日被踏平的洞内早已杂草丛生，柳君莲不敢下去，他笑着俯身蹲下，我背夫人下去吧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夫人见此情景，难道内心没有丝毫触动？啊！柳君莲立刻故作疼痛地按着太阳穴，低声道，头有些疼。顾承直笑道，疼便对了，不是吗？说完，不待柳君莲反应，他便抬起他的手将她背了起来。顾承直的背宽大直挺，柳君莲将头放在他的颈窝处，面色有些红。他道，夫人背过我记得吗？柳君莲摇摇头。他继续道，那时你为了救受伤的我，导致你也被劫匪抓了回去。原来他都记得。我苦笑着跟上去，直到走入洞穴之中，顾承直才将他放下来，细心地为他整理好衣裙。顾承直仰头看了一眼黢黑的洞穴，嘲讽道，现在看来这洞穴实在是小，可那时竟不知为何觉得它这般大，怎么逃都逃不出去。他笑笑，我那时让你自己逃走，你说你一定不会丢下我。我天真的以为遇到了救赎，哪曾想。他干笑2声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哪曾想，我将他推入了更大的深渊。柳君莲绞着双手，一言不发。他生怕多说一个字，他就会发现不对劲。好在顾承直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他顺手折下一朵淡紫色的野花，动作轻柔地别在他的耳侧。夫人可有想起些什么？柳君莲只是摇头。顾承直笑笑没说话。他牵着他的手绕着阴暗的洞穴走了一圈，忽然跑出的山鼠吓了柳君莲一跳。顾承直将他护在怀里，看着他这般胆小的模样，不禁发笑。他问，夫人现在怎么这般胆小？不过是小小的山鼠，你忘了你还捉过它烤来吃吗？急了的时候找不到吃食，我便是这么做的。那时他还没放下身段，看着烤得焦黑的山鼠，一阵恶心。我直接撕下一块肉塞进他嘴里，你现在又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，有的吃就行了。他机械地嚼着嘴里的肉，目光却落在我身上。半晌，他问，你为何要救我，还害得自己落到如今这个田地？我默了默，淡淡道，一报还一报吧，就当还你了。我虽是柳家名义上的2小姐，过得却连普通丫鬟都不如。腊冬因为洗破了柳君莲一件衣服，就被赶了出来。那时候好冷啊，我缩在街角不停打战。一辆马车停在了我面前，我听到马车内的人说，天如此之寒，街角竟也有乞丐行讨，赔上与他些许白银，遣他回去过冬吧。天太冷了，漫天大雪，
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乞丐都躲回破庙了。我被当成了乞丐，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因为他给了我不少钱。我也记住了他的名字，顾家大公子顾承直。后来听说他遇到山匪下落不明，我便立刻偷偷溜了出去，上山寻他。幸运的是，我找到他了，衣衫破烂，遍身伤痕地躺在地上。不幸的是，我没能带他逃出去，还被一起抓了回去。我不记得了。柳君莲窝在他怀里，声音有些发颤。顾承直拍了拍他的肩，夫人不要害怕，总会想起来的，不是吗？有些东西不是想忘就能忘得了的。他扯扯唇角，目光冰凉地望着前方，那目光似是在死死盯着我。回去后，柳君莲立刻抓着小瑶求助，他焦急地原地踱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样下去肯定瞒不住了。他今日对我说的那些话，全部都是暗指些什么？柳君思那个贱人肯定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小瑶安慰道：“小姐，你先别慌。”柳君莲怒了：“不慌？你要我怎么不慌？”小瑶握紧他的手，劝道：“小姐，您得抓紧时间怀个孩子。有了孩子，到时候就算被发现了踢架这件事，也还有孩子撑着呢。”柳君莲，他又不来我这，我去哪怀个孩子？小瑶道：“他不来，您就主动去找他，一来二去，不就有了牵扯？”说着，他便推着柳君莲去沐浴，还点了好几支熏香，把屋内熏得呛人。我很不喜欢熏香的味道，转身飘了出去。说来也奇怪，顾承直不在的时候，我离不了柳君莲的身，可是他出现了，我便可以选择跟在他身边。先前在话本里听过这样的段子，说是死者的执念太深，所以魂魄附在凶手身边，不愿离去。现在看来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别人对死者执念太深，也会把他的魂魄困在身边，就像现在顾承直对我一样。我不愿待在柳君莲身边，就只能去顾承直身边。裴尚在旁边汇报着他调查来的消息。我查了半年来柳家的账本，半年前确实有很多请大夫和药物的支出。那名大夫我也查了，据他所说，柳君思半年前确实大病了一场，看来他失忆的事情并不假。我爹娘这戏做的还真是全套，连假账本都没忘。我低声叹了口气，忍不住嘟囔：账可以作假，人也可以买通啊。顾承直抿了一口酒，淡淡道：听说刘府有2个小姐。裴尚：是，大小姐柳君莲因为身体不适，3月前已经前往灵山寺养病了。顾承直微微蹙眉：灵山寺为何养病要去这么远的地方？他默了默，转着酒杯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半晌，他道：你派人去灵山寺查查这个柳君莲。裴尚有些不解：大人，您是怀疑？顾承直起身：失忆便失忆，为何连性子都变化这么大？从前连山鼠蚂蚱都能抓来吃，如今却被吓得魂不守舍。裴尚道：是他装的也不一定，先前他能假意救下您，对您好的不得了，不是也能下一秒立刻转变阵脚，和顾依一起折磨您吗？顾承直冷笑：是啊，他这种人有什么装不出来的？在他看来，我一个这么伪善的人，装得柔弱些来博取他的怜爱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顾承直回房时，恰巧遇到了在门外等他的柳君莲。他精心打扮过，虽一头长发只用一支柳木簪挽起，穿的也素，但若是靠近一些，便可闻见他身上若有似无的香味。他还未说话，小瑶便先俯身行了个礼：大人，我家小姐近来总是失眠，嫁过来这些时日，也总不见您来。柳君莲羞怯地低下头：进来吧。顾承直推开门，径直走了进去。小瑶无声地做了个口型，把握好机会。柳君莲的脸更红了，她将衣服往下拉了拉，有些忐忑地随他进了房间。顾承直坐在桌旁，为自己倒了杯茶。柳君莲一坐下来，脸色愈发红。顾承直上下扫了他一眼，语气轻蔑：怎么又簪上柳木簪了？他温声答道：上次你问为何没簪，我便记下了。顾承直起身取下他头上的簪子，只看了一眼便扔在了地上：这是新木，你先前那只早已经扔了吧？他有些慌乱地解释：没有，是不小心断了。顾承直笑了，他眯了眯眼，转身往榻边走去。柳君莲立马跟了上去。
他缓缓低下头，声音小了些：“夫君，夜已经深了。”见他久久没有动作，他把心一横，一双小手拉过他的手放在腰侧，示意他解开。顾承直笑着挑开他的腰带，眼中满是嘲讽的笑意。可柳君莲却浑然不觉，甚至满脸欣喜。我看着他轻浮的动作，心口一阵酸涩。从没有任何一刻让我这般想逃离。我很想逃走，可是他们两人都在这，我哪里也去不了。在顾承直更进一步之前，我闭上了眼睛。我正准备把耳朵也堵上，却突然听到了顾承直的声音。他问：“怎么受伤了？”他们没有。我睁开眼，就看见顾承直抓着柳君莲的手，他白嫩的手臂上赫然有一道伤痕。伤口不大，应该是在山上时被草木割到的。柳君莲不想因为这点小伤前功尽弃，索性直接抱住了他的腰，软软道：“没事，不影响什么。”顾承直将他推开，又动作轻柔地摸了摸他的脸：“受伤了啊，这可不是小事。”说罢，他便起身离开。柳君莲气得跺了好几下脚，眼眶都瞪得有些发红。顾承直回来时，身后的侍从手上端了一盆盐水。他走到柳君莲身侧，拿起她的手把玩，随后将她的整只手放入盆中。疼！屋内顿时响起了她的惨叫声。她挣扎着想把手拿出来，顾承直却将她的手按得更紧。夫人也知道疼啊，那就更该尝尝当初我的滋味了。他说话的语气淡淡的，仿佛在谈论什么无足轻重的事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柳君莲疼得直叫，差点便将那句我不是柳君思说了出来。你不是什么？顾承直掐着他的下巴，逼他和他对视。柳君莲咽了咽口水，讪讪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忘记这些的。”听够了他的哀嚎，顾承直才扬手换了府内的大夫。柳君莲抱着手臂缩在一旁，看着可怜兮兮。大夫为他包扎好了手臂，看着背对着面不愿看他的顾承直，以为是两人闹了脾气。他劝道：“夫人，大人也是好心，虽极端了些，这比例适当的盐水也有消炎之用。昔日大人的伤能够完全治好，还多亏了有盐水阻止这伤口的溃烂。”他还以为顾承直将他的手放进盐水中是好意。顾承直猛地回头，言语间有些不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大夫道：“您当初被救下山后，我给您包扎时，察觉出您的伤口大多都用盐水处理过，这才导致没有严重溃烂。”顾承直不可置信地揪起大夫的领子：“你再说一遍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大夫似乎被吓了一跳，有些哆嗦地说：“您之前的伤口，因为提前用盐水消炎，才避免了伤口大面积溃烂。还有您的眼睛，也是每日滴下草的汁液，这才保住了治愈的一丝希望。”他愣住，大夫连忙理了理自己的衣服，行了2个礼，便匆匆退了出去。顾承直呆呆地愣在原地，甚至连揪纳大夫的姿势都没变。我飘到他面前，忍不住道：“我不是故意不说的。之前见不到你，我准备成亲那天就说，不然我也不可能明知道你这么恨我还不跑啊。可是我最后还是没来得及开口。”柳君莲在床角抽抽噎噎地哭着。顾承直抓着他的肩膀，质问道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既要害我，又要救我？”他只是哭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顾承直拳头紧握，最终一拳砸在了床沿上。柳君莲最后被送了回去。小瑶看着哭成泪人的自家小姐，满脸不解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她止了哭声，愤愤道：“到底是谁说顾家大公子是个什么光风霁月的人物？我看他就是个疯子。世人都是这么说的，顾家大公子顾承直光风霁月，性格良善。他先前确实是这样，不过地狱走了一遭，在清风朗月式的人物，也不可能不发生些改变。”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完了事情的经过，小瑶却出乎意料的高兴。他道：“小姐，这是好事啊！您看，先前咱们还担心柳君思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，害怕他是要报复。可是如今可不一样了，看来那柳君思应该在是暗暗帮助他。今儿这么一遭，大人肯定对您的态度大转变，你也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柳君莲扬手抹掉了眼泪。他扯扯唇角，这么说来也是，不用再担心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仇牵连到我，
甚至还可以享受他的愧疚。柳君思啊，柳君思，你也算为我做了件好事了。他起身走到梳妆台前，拿出顾承直送他的那些珠宝，细细把玩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，以后还有更多，全是我的。顾承直去了监牢，裴尚跟在他身后，有些不解地问：大人，这么晚来监牢做什么？顾承直拳头紧握，压着声音中的急切，弄清楚一些事情。顾意被关在监牢里，他手上戴着镣铐，头发乱糟糟的糊成一团。见到顾承直过来，他想奋力爬过来，却又被镣铐拖了回去。顾承直冷冷道：你和柳君思什么关系？顾意哈哈哈大笑起来：柳君思？哈哈哈，你说的是和你关在一起的那个女的？这么在乎那个小贱人啊？她爬上我床的时候，可是自告奋勇的要来替我折磨你呢。什么我爬上她床？我气得发抖。喂，你怎么长了张嘴就乱说啊？顾承直扯扯唇角，那你知道如今我们已经成婚了吗？顾意笑得更大声，贱人和狗嘛，最配了。对了，你夫人在床上的时候很会叫呢，叫我骨头都酥了，哈哈哈哈！真没想到，有一天做鬼了，还能听到有人造我的谣。我真想掐着他的脖子，叫他别乱说，可是没有实体的灵魂，根本什么都抓不住。那些志怪小说里写的真不可信，什么冤死变成厉鬼索命什么的，事实上就一个灵魂啥也做不了。我又气又急，顾承直却笑了。他走近一步，近距离观赏了一下顾意的惨状。半晌，他道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，毕竟你活不了多久了。丢下这句话，顾承直拂袖离开。顾意在里面破口大骂。裴尚道：大人，他这番话算是证实了柳二小姐和他同流合污的事实了。我只想扶额，真的，做一只鬼还挺无奈的。说话没人听见，想做点什么什么也做不了。顾承直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：裴尚，我好像错了。裴尚不解：大人，您什么意思？顾承直道：若是他们真的沆瀣一气，顾意定然会好声好气地解释柳君思到底是怎么不愿伤害我，他又是怎么逼他的。毕竟他很乐意留下一个对我居心叵测的人在身侧。我松了口气，好在顾承直是有点脑子的。裴尚撑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，恍然大悟道：那么柳二小姐先前对您做的那些事，都是迫不得已。顾承直点了点头。裴尚，大人，现在发现还不晚，您并没有在实质上伤到夫人什么。顾承直叹息一声：或许吧。我在他面前挥了挥手：那你快点认出那不是我吧，再晚2天，我的尸骨在湖里都要被鱼吃没了。顾承直想要补偿我，所以他第2日遣人送了更多的珠宝首饰给柳君莲。昨日因为他知道真相而感到的欣喜瞬间冷了下来。我忘了，现在柳君莲才是柳君思。我死了，顾承直发现真相唯一有利的人只有他。顾承直牵上他的手，一字一句地和他道歉。柳君莲娇娇地挤出几滴眼泪，便扑在他怀中说：没关系，即使他是故意的，他也心甘情愿。我飘到顾承直面前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柳君莲拥在怀里，心口有些泛疼。早知如此，不如让真相永远埋没好了。我宁愿他真的恨我怨我，也比带着对我的爱全部付出在别人身上好。顾承直还要带他去京城最有名的裁缝铺做新衣。大街上，马车缓缓而动，柳君莲拥着他的手臂，娇娇地靠着。从裁缝铺出来，顾承直问：夫人饿了吗？柳君莲点点头：有点，我们去吃小福楼的甜点吧，我最爱吃那家。甜点？顾承直蹙眉。柳君莲爱吃甜食，我却不喜欢。其实我原本也是甜，阿妈和刘府的厨子关系好，每天都能给我拿一点粗糖泡水喝。我不喜欢泡水，我喜欢直接抿着吃，这样更甜。可是某一日，柳君莲瞧见了我捧着的一点粗糖，她过来打翻了我的手心，嘲讽道：我说厨子给我炖的银耳汤怎么不甜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小偷偷了厨房的糖啊。她捻了捻洒落在地的粗糖，然后跑去告诉了爹娘。阿妈被罚了，我被拧着耳朵一顿训斥。他们骂我是养不熟的狗，什么都想着偷家里的，说我现在偷拿糖，将来就想偷柳家的家产。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为什么说我是偷呢？我也姓柳，也是他们的女儿啊。
竹条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身上。我抬眼，便看到柳君莲手里捏着块甜点，边吃边看我的惨状。至此，我便厌恶了甜味，每每想到只会觉得一阵恶心。被困在洞中那几日，顾承直艰难地嚼着口中的薯肉，许诺道：若是出去，我请你吃清风楼的酱鸭，那是京城1等1的绝味。我应下，好啊，只要不是甜食，我什么都能吃。他问我为何不吃甜食，我只是敷衍道：因为我牙疼，吃了甜的会更疼。柳君莲到底不是我，无论外表声音再像，生活习惯却改不了。顾承直试探着问他：你的牙能吃甜的吗？能啊，我从小。话说到一半，他隐约意识到什么。小瑶忙上来解释：小姐爱吃甜食，不过因为牙疼的缘故，老爷夫人并不让她多吃，所以久而久之她便不怎么吃了。现在在您身边没人管着，小姐是想再尝一尝甜味。果真是个极其聪明的丫头，懂得察言观色，仅从1、2句话就能推断出别人的意思，及时找补。有这个丫鬟在身边，不知道顾承直多久才能发现我已经死了。顾承直或许仍旧有些疑惑，但他的回答足以让他信服。刚踏入小福楼，那掌柜便笑眯眯地迎上来：哟，柳大小姐，好久没来了。柳君莲脸色变了一瞬：我不是柳君莲，我是柳家2小姐。小瑶也喝道：您年纪大了，记性怕是也有些不好了。柳大小姐前些日子就去灵山寺养病了。那掌柜睁大眼睛仔细瞧了瞧，笑道：原来是柳2小姐，先前一直都是大小姐来，还从来没有见过2小姐来过呢。顾承直听着3人的对话，眉头越拧越紧。夜间，柳君莲洗过澡，穿上熏香熏过的衣服，又去了顾承直门前。他敲了好一会儿门也没人应，转身去问小瑶：是不是我们今日露出了什么破绽？小瑶道：应该不会，若是他知道了，如今咱们就不会是站在这里了。您得抓紧怀上他的孩子才行。说罢，他又继续敲门。有小厮过来通报：夫人，大人朝中有急事处理，不在府中。2人一脸失望，却也只能无奈地回去。其实朝中根本无事，不过是顾承直生了疑心，所以自己住在了顾府外。裴尚将一个册子摆在桌上：大人，这是小福楼近3月来的订单去向，其中确实有不少是送到柳家的。小福楼掌柜说，柳2小姐从未来过小福楼，只有柳大小姐来过。那夫人定然是不知道有这么一家糕点铺的。恐怕他顿了顿，恐怕现在府中的夫人确实是被冒充的。顾承直随手翻了翻，去灵山寺的人可有回信？灵山寺离京城路途遥远，恐怕派出去的人还未赶到。顾承直将册子合上，神色晦暗：裴尚，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裴尚道：大人别担心，就算现在府中的夫人是假的，去灵山寺将真夫人接回来便是。顾承直按了按眉心，又叹了口气，希望到时候夫人莫要生我的气。他们都以为我在灵山寺，可惜灵山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柳家小姐。顾承直想得到灵山寺的具体消息后，拿到具体证据，再去惩处柳家那些欺骗他的人。可灵山寺实在太过偏远，10日过去，仍旧没有消息传来。顾承直每日借口朝中政务繁忙，不住在府内。柳君莲虽有心想亲近他，却也只能干等。不觉中，距离2人成婚已经过去了1个月。新妇与夫君在出嫁后1个月要归宁，表明夫家对新妇的重视程度，这是京城的习俗。柳君莲拜托裴尚一定要告诉他归宁的事情，希望他一定抽时间和他回去一趟。顾承直本想不去，但裴尚劝他，虽然如今这夫人是假的，但是归宁这种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。终于，顾承直回了一趟顾府，吩咐小厮准备好礼品后和他归宁。马车停在刘府，我爹娘早早守在门前，笑颜如花地等待着2人的归来。顾承直先下马车，又伸手扶柳君莲下马。他不小心踩滑了脚，跌在顾承直怀中。他抱着他下马，完全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模样。我爹娘见此场景，笑得更开，忙笑着迎他们进门。饭后，顾承直被我爹叫去下棋。我娘握着柳君莲的手，问：怎么样，在顾家过得还好吧？柳君莲有些怨怼地说：先前柳君思那个贱人，不知和他有什么仇，
我每天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的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我的好日子还在后面。他又问，柳君思的尸体应该烂了吧？湖边会不会有臭味？我娘道，放心，绑着这么大一块石头，必然沉到湖底了。湖里这么多鱼，他的尸体估计早就喂了鱼，就剩一具白骨了。就算捞上来，谁认得出是他啊？等再过几个月，我们就放出柳家大小姐病重在灵山寺病逝的消息，这样一来就天衣无缝了。柳君莲这才放心。我娘又问他些闺房之事，柳君思又羞又臊地说，还没，总是找不到机会。我娘有些讶异，这么些时日，一次也没有。柳君莲点点头，他有些急了，今日你和他住在一个屋内，主动些，把握好机会，怀个孩子，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要是个男孩，那顾家的一切不都是你娘俩的了？不要像娘一样，生个灾星出来，落得半辈子没个儿子。我爹娘一辈子都想要个男孩，却因为生我大出血，再不能生育，所以我成了他们口中的灾星、扫把星，柳君莲则成了他们的心尖尖，成了他们下半辈子的依靠。我想，若是我娘后来真的生了个儿子，柳君莲的待遇大抵也会如我一般。可笑的是，我娘又是过得也不好，虽生在大户人家，却因为是个女儿，没过过2天好日子。柳家门户小，她才能嫁过来做正妻。她又是估计也像我一样很困惑吧，为什么一个能轻而易举得到所有宠爱，一个却受尽所有白眼，一次次被抛弃？她还在喋喋不休地教柳君莲如何讨好男人。柳君莲一边羞怯地点头，一边默默记下他说的话。我有些后悔了，为何当初没有跟着顾承直走，免得在这里听些污言秽语。可是现在外面阳光这么烈，我出去必然要被灼伤。直到天色暗了下来，我才从柳君莲身旁离开。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甚至点上了我娘送来的一支合欢香。我在湖边找到了顾承直，我本不愿去那里，因为我怕水。他们没有勒死我，我只是短暂的昏迷了。我是被溺死的。湖水全部灌入肺中，窒息感让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想挣扎，可是身上绑着的石块将我拖向深处。到最后，我能感受到的只有四周的寒气，还有无尽的深渊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往湖边去。顾承直目光沉沉地望着湖面，神色晦暗不明。裴尚劝他该回去歇息了，顾承直却突然蹲下，伸手拨了拨水。他道，今日我说想要游湖，那刘老爷神色慌张，一会儿说近日来阴下雨，湖水浑黄，一会儿又说府中的船只破损，不能入水。他似乎很怕我来这湖边。裴尚道，近日来雨水多，确实有湖水暴涨之事。顾承直摇了摇头，不对。他起身，突然道，你立刻去把那个假冒的人带过来。他难道要发现了吗？我原本以为至少要等去灵山寺的人回来才会被发现，没想到他仅仅是站在这里，便能感受到。柳君莲被裴尚领着出来的太匆忙，只披了一件薄薄的披风。他不停地问，裴统领，大人要我去的地方是哪？裴尚道，去了您就知道了。直到两人越来越靠近湖边，柳君莲慌了。他转身想回去，我不去了，有点冷。裴尚拔出长剑，冷冷道，夫人，大人还在等你呢。他想往回逃，被裴尚直接揪着领子扭送到了顾承直面前。夫君大晚上来这里做什么？柳君莲神色慌乱地望向湖面，不过片刻又立刻收了回来。顾承直按了按心口的位置，径直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他冷声道，柳君思在哪？柳君莲胡乱挣扎了2下，我就是柳君思啊，夫君，你怎么了？顾承直猛地凑近，威胁道，我的耐心很有限。他愈发用力，柳君莲几乎快呼吸不过来。就在我忧心他会不会就这么被掐死了的时候，柳君莲勉强抬起手，指了指湖面。他还真是蠢笨，顾承直定然不会真的杀了他，如果他抵死不承认，或许还能多活些时日。看清楚他的动作后，顾承直瞬间失了所有力气，呆愣地看着湖面。半晌，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不停地问裴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裴尚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慰，只能沉默不语。他们都知道，我极大可能已经遇害了，
而且尸首还被沉在湖里。第2日，大批的军队围住了柳家，我爹娘被压跪在湖边，瑟瑟发抖地看着湖面打捞的人。顾承直捏紧拳头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若是真的打捞出什么，我要你们都生不如死。”柳府虽然不大，但靠近的这个湖却是一个还算大的天然湖泊。第1日，什么也没有捞出；第2日，什么也没有捞出；第3日、第4日，足足打捞了7日，依旧什么都没发现。顾承直松了口气，绷了7日的脸也难得地笑了一下。他道：“夫人应该在灵山寺，裴尚，你给我备一匹快马，我要亲自去接他回来。我要重新为他筹备一次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，我要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他赔罪。”裴尚默了默没说话。前几日，小姚为了脱罪，告发了他们谋害我的全过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柳家2小姐已经被自己的父母勒死沉进湖里了。尸骨打捞不出来，也只是暂时打捞不出来。怎么不说话啊？顾承直喝道：“没听到吗？我要你备一匹快马，我要亲自去灵山寺接夫人。”裴尚低声叹了口气：“大人，您该休息休息了。”整整7日，他几乎不眠不休地守在湖边，裴尚甚至都有些怀疑他的精神不正常了。什么休息？我说我要去接夫人。顾承直起身便要回顾府。顾承直，你别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我想拉住他，却什么都抓不住。第8日，就在顾承直动身的前1日，我的尸骨被打捞上来了，和预想中一样，只剩下了一具白骨。顾承直跌跌撞撞地跪在那具白骨前，悲痛欲绝。不过几秒，他却突然大笑起来，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他道：“这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他在灵山寺呢。这副尸骨是别人的，这么大的湖，也有其他人可能不小心落水。我要去灵山寺找他。”眼角有泪划过。我同样跪坐在他面前：“顾承直，你别去了，这就是我。你当初只是站在湖面就能感受到，怎么现在我被捞出来了，反而还不信了？”我摸了摸脸颊的泪水，冰冰凉凉的。原来鬼也能流泪啊。裴尚道：“大人，不出10日，我派往灵山寺的人便会有回信。您不能去，您这一去，不就是把自己的把柄交到那些谏官手中了吗？灵山寺偏远，这一去，怕是几月都不得回。”顾承直身在官场，这无疑是将自己送到谏官嘴中弹劾。顾承直还是出发了，他精神大抵是真的有些不正常了，谁的劝都听不进去。整整1个月半月时间，我跟着他一路到了灵山寺。我是鬼，进不去佛家圣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满脸疲态的顾承直一步一顿地往里走。我坐在远处等他。忽然间，一个声音唤我：“柳君思，壬寅年7月初3，子时3刻生，是你吧？”我抬头便看见一个撑着白伞的黑衣人，手中拿着一支朱砂笔，在一个册子上画下一道。我回道：“是我。”他冲我招手：“你在凡间的执念已解，现在可随我再入轮回。”我回头望了望泛着金光的灵山寺，执念已解，那便意味着顾承直知道了真相，已经释怀了吧？挺好。我笑着点点头，起身准备跟上去。那黑衣人却突然顿住，他反复看了几遍手中的册子，叹道：“看来是非要你们见一面不可了。”他将手中的伞递给我，打着凡人才能看见。柳君思。我刚接过伞，身后便响起了顾承直的声音。我转身，撞入的却是他的怀抱，不是没有实体的直接穿过，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拥抱。我能感受到肩头渐渐湿润，是他哭了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他和我道歉，我没能及时认出你，又没能及时调查出真相。我错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。其实我真的不怪他，也不恨他。他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实质伤害我的事，相反，是我真真切切地伤害过他。”那黑衣人催促道：“抓紧时间。”顾承直捧着我的脸，勉强扯出一个笑容：“下辈子你要投胎做哪家的姑娘？我好来备好聘礼来求娶。”我忍住喉间的酸涩，笑道：“那自然是要全天下最为盛大的迎娶之礼，我才会嫁。”他苦笑道：“好，那我许你一个盛世婚礼。”手中的伞被夺走，顾承直的怀抱一空，
他拼命地想抓住些什么，却什么也抓不住。我不受控制地跟着他黑衣人走去。他往前追了几步，大喊道：“下辈子一定要等我。”我回头应了一声好，不过他大概也听不见。我问那黑衣人：“我可以不入轮回吗？我想等等他。”他笑了：“你还真当投胎是可以选择的是吗？”我垂眸不语。他却忽然道：“不用担心，隔不了多久。”什么意思？我有些讶异。他淡淡道：“顾承直回去处置了柳家的那些人，不久后便服毒自尽了。你们投胎的时间不会隔得太久。”什么？他到底为什么要怎么做？我好后悔，后悔刚才没让他好好活着。那黑衣人却笑了，大抵他是怕你等太久吧。不过还有下一世不是吗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